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許智杰委員、藍軒小姐、王鴻薇委員、萬美玲委員、唐湘龍先生。普丁到大陸去第25次啊，那還下來居然引用中國的言語“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啊，能夠講這個話啊。他們簽20項合作協議，昨天我看是講40項啊，20項，不過有些是這個接續的哦，二階段的啊。那另外呢，說他們主要是延長睦鄰友好條約，因為這在旁邊嘛啊，而且呢，他們說美國跟以色列呢去打伊朗是違反國際法，兩個都說這不行，不可以這樣亂打人啊，所以呢違反國際法啊。中國還發了一個聲明啊。那另外呢，習近平說世界面臨倒退回叢林法則的危險哦，說呢作為他們兩個都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嘛哦，所以要有大國的擔當。哦，不可以讓美國這樣亂搞，就這個意思哦。又回到叢林了嗎？哦，到底怎麼回事？哦，那但是呢，俄中現在的確實力是差蠻遠的哦。普丁訪問了好多次，那他的副總理感嘆說：“我們只有螃蟹跟蜂蜜，中國有無人機跟機器人，覺得差得太遠了。當然，俄羅斯也有無人機，但是進步的情況大概沒有大陸那樣。”那螃蟹哦，他們說這個它的螃蟹是還不錯的，它還有魚子醬啊，還有伏特加啊，但這東西賣不了幾個錢嘛。德國媒體說，莫斯科面對北京更顯得被動跟脆弱，沒辦法，尤其現在俄烏戰爭一打，這個中國從這俄羅斯光買的那個天然氣什麼就超過3720億美元的石化能源呢，沒有這個錢，俄羅斯這個仗怎麼打？哦，所以呢，這個那你沒有辦法，你靠人家買你的東西賺錢，那你怎麼辦呢？哦，只好低頭啊。路透社說，他們雖然互相讚美關係很密切，但是天然氣還缺乏突破。他們這次主要要搞那個2號，那個西伯利亞力量哦 ，Siberian Power No. 2 2號啊。但是呢，談了好幾年，還是價錢啊。那俄羅斯說，我賣給你已經比給歐洲的便宜了。但是呢，因為那量太大，所以價錢還在談啊。不管怎麼樣，親兄弟明算賬哈。那另外呢，習近平最快下個禮拜要去訪問北韓了，真忙啊！今天這個來訪問那個，明天還這個訪問那個訪問那個哈。為什麼要調停美國跟北韓，還有北韓跟南韓哦？北韓他們叫朝鮮吶，美國跟北韓，那南韓跟北韓的關係，主要是說要劍指日本啊，就是說你日本沒有能力，我有辦法來調解他們啊。李在明跟高市早苗不最近辦日韓，他們第4次會面哦。那韓國就說，除了美國、日本、韓國，還有中國、日本、韓國。高市說，我只談美國、日本、韓國，不談中國、日本、韓國。那另外呢，這個克里姆林宮說，普丁點頭要到 APEC 的深圳峰會，可能會跟川普見面。那川普會不會去，現在也不敢確定哦。但是呢，這個習近平川普已經邀習近平9月24號去大陸訪問嘛。那另外呢，在年底的時候呢，美國另外會辦這個 G20 吧 ，G20 會，習近平應該會去，那個時候應該會跟川普見面啊。但是川普會不會到 APEC 深圳，我有點懷疑。我們看一下。Уместно будет употребить китайскую поговорку. Насколько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в Китае говоря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день, а как будто минуло 3 осен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ады очень вас видеть.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再度同框，普京一開口，先用中國諺語博感情。我們共同簽署兩國關於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深化睦鄰友好合作的聯合聲明。除了中俄元首會議後簽署的20個文本，雙方的代表團更一口氣簽下了多份合作協議。中俄雙方表達得很清楚，面對西方陣營的圍堵，雙雙深化合作。大陸也急需俄羅斯作為強大的戰略後盾。中俄大秀戰略蜜月期，而在對美關係上，大陸也展現了務實外交。大陸商務部20號宣布買200架波音飛機，並恢復美國牛肉的出口商註冊許可，用大陸龐大的市場換取美國高端製造業訂單，進行經濟型的交換。來，湘龍，對於普丁的訪問，因為時間非常短。但是我覺得它有幾個意義，就是說，第一個，因為它是跟在
川普訪問之後，那所以等於是跟川普呢做一個正確的示範，就是跟所謂的大國關係、所謂友好是怎麼一回事情。那尤其中俄睦鄰友好協定是當下在國際政治當中的大國關係裡面的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中俄關係。因為中俄關係這20幾年的時間一直都維持得非常正向而穩定，除了對兩國在軍事的壓力成本那有很大的幫助，就是中俄邊境這麼長，但是彼此之間不用在中俄邊境呢擺大量的軍事部署，這個跟上個世紀的60年代、70年代之前的中俄邊境非常的不一樣，所以中俄現在呢其實相互的關係都在一種舒緩而且很舒服的狀態。俄羅斯呢即使在跟烏克蘭呢持續的戰爭呢已經超過4年，但是在中俄邊境上面沒有任何的壓力。那這一次的到訪，雖然大家呢，畢竟他們第一個就是兩個人共同的面對了媒體，在媒體面前把彼此之間達成的共識跟立場公開的表達沒有差異性，這和美國呢是離開了中國之後才開始哇啦哇啦各自表述，那還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二個就是在川普和習近平還發表了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是非常厚的哈，裡面呢，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裡面呢包括對於台灣定位的問題，2758號決議文的問題，在呢聯合聲明裡面呢都有提到，對於呢反對台獨，強調呢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呢支持呢中國呢各種的尋求呢國家統一的舉措的支持，都在呢聯合聲明裡面。雖然大部分在台灣呢幾乎呢把這都當馬耳朵東風，但是在中俄關係裡面，你看到最近呢，只要是中國呢在台灣的周邊演訓的時候，我們固然注意的是解放軍的動向，可是，在解放軍呢在台灣周邊演訓的同時，你幾乎都會看到呢俄羅斯的在海軍，俄羅斯呢在遠東的軍事力量都會跟在旁邊，所以呢，有關於台灣問題，有關於第一島鏈，不管是面對的是日本，或者是面對的台灣，中俄的行動呢趨於一致。好，但現在呢，你看到的就是說這種的中俄的共同關係，它會是今年跟中美關係呢會是並行的兩組關係。年底的 APEC 其實是高度值得關注的，因為普丁在俄烏戰爭呢發生了之後，那普丁呢在國際的活動空間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他幾乎呢沒有參與任何非俄羅斯主辦的國際會議。但是 APEC 因為今年呢在深圳，這是呢在他們這次會面之前呢，我特別注意的，我特別在注意就是說，習近平會不會正式的邀請他參加 APEC？ 那邀了那普丁呢今年底會到了之後呢，那我估計川普到的機會呢就非常非常高，所以年底呢在深圳，中美俄呢在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呢三邊呢共同呢見面的場合，這個場合很重要，因為 APEC 呢另外的一個呢跟中國有關的重要的成員國是日本，高市早苗呢也一定呢會到深圳，所以呢到時候呢是一個呢3+1的情況，年底的 APEC 會議呢是一個亞洲呢政治的當下的糾纏跟亂局的一個重要的解決窗口。來選。我覺得當然會要不免的去跟這個川普跟習近平見面稍微比較一下了啊，因為我覺得川習會某個程度來說已經達成了至少在近些年來非常歷史性的一個中美的關係緩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哦，他們叫做呢這個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嘛啊，但是這邊叫做戰略穩定，但那邊的話叫戰略夥伴哦，所以你馬上就發現的還是不一樣的啊。中俄之間的關係的話，這20幾年來政治上面的相互信任啊，因此的話呢也彼此需要哦，所以他們是叫做戰略夥伴。但是的話，美中之間的話呢就要戰略穩定。好不容易的話呢，過去有段時間甚至有點敵對，然後的話呢激烈競爭。那現在的話呢，進入一個穩定期、和解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這個習近平跟普京兩個見面見了3個多小時，然後開了一個聯合的記者会。但是的話呢，川普跟習近平講了1個半小時左右，那並沒有開聯合記者會。所以我覺得這個親疏遠近還是有點不一樣。所以在我們看待呢中美之間的一個目前看起來呢算是緩和。
合，但是就結構性的，或者說東西方的，或者說共產主義跟民主制度當中的一個結構性的一個競爭，我覺得還是那個架構還是在的。那另外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在於說，川習會過後，因為美中兩個大的強權終究是看起來和解了，就各自的原本呢團對抗的盟友都有點緊張。所以大家看到呢，在這個川普還沒有離開北京，這高市早苗就急着跟他打電話。那後來的話呢，回到美國之後的話呢，是李在明急着跟他打電話，都要確認你跟中國之間開始融冰了。交好了，跟我們的關係應該不會生變吧？尤其日本特別擔心他會不會呢，就像台灣一樣，就特別擔心會被這個美國賣了。如果你跟中國好了，那我現在中日之間那麼的緊張，該怎麼辦？那不是另外一方面，你會看到，那俄羅斯也是這樣，俄羅斯就很擔心這個美中之間關係好了以後，那俄烏戰場上面，萬一這個中國選擇了跟這個美國好一點的話呢，對烏克蘭怎麼樣？哦，對俄羅斯又是另外一個態度，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急於要去確認中俄關係不變。所以我覺得這是在一個川習會過後，相關的團對抗都會發現呢，他們重新的必須要去評估跟各自的這一個團隊當中的頭那個老大關係還是緊密嗎？你心裡面想什麼？那所以心裡面想什麼呢？這個時候我就覺得習近平的表達非常的重要了。他當然表達當中，我覺得他裡面講的幾個，第一個背靠背，我覺得背靠背就開玩笑說有點像那個電影《史密斯任務》一樣。當這個安吉麗娜·裘麗跟這個小布兩個人背靠背，代表是我們是同一夥的，背靠背各自面對各自的敵人。共同的，就我是你的 backup， 你是我的 backup， 所以這部分你會看得出來，就是說，中俄之間還是相當程度的把以美國為首的那個一個團，事實上基本上還是站在一個相對的一個對立面，尤其是他們兩個人談到的時候，習近平再次的講到單極霸權的挑戰。所以，即便跟川普來的時候呢，兩個人好得不得了，邀你去中南海的小花園裡面散步，但是呢，還是批評你是一個單極霸權。那另外一方面的話呢，再次提到呢，二戰的軍國主義幽靈，這部分講的就是日本了。所以你會發現呢，其實中俄之間兩個人彼此相互需要什麼？我需要你在歐洲幫我站下，就是俄羅斯需要中國的地方。那中國需要俄羅斯什麼呢？中國需要俄羅斯在台灣問題以及日本問題上面，你要站在我的背後。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的話呢，就大家重新的去確認這樣的關係不變，也因此代表的是，我覺得在印太地區，就即便美中的關係變得比較緩和，台灣可能會有些問題，但是呢，就這個俄羅斯跟中國之間的話呢，在整個東亞地區的話呢，又是另外一個糾纏。背靠背，除了各自面對敵人以外呢，至少你不會從背後捅我一刀。現在再回來。好，那麼川普曾經講，他說我要跟那個 place 的那個人跟他講說哈，因為軍售嘛，那個 place 哪裡呢？就台灣嘛。那個人是誰呢？大家就猜是賴清德嘛。他不跟賴清德講，跟誰講呢？對，不跟唐湘龍講啊，哦，所以一定 suppose 理論上是台灣能買軍火有權利的人嘛，啊，好，那當然大家就追這個新聞了，哦，那他是誰？對不對？那個地方是什麼？哦，台灣，哦，那是怎樣？就是一定就是說，習近平叫川普不要賣武器給台灣，如果川普要跟台灣的那個人講話，一定叫他不要買嘛。如果賣的話，就不必講了嘛。賣的話，他要跟習近平講哦。要說服習近平，所以台灣需要這個武器啊！你們天天要圍人家，人家沒有武器怎麼辦呢？那他說好，習近平叫他不要賣，他說要跟台灣的那個人講，你認為他講什麼？一定是你不要買嘛！哦，好，那記者就追了，哦，這個太稀奇了！你真的跟賴清德通話嗎？因為川普跟蔡英文通話過，但那個時候是川普第一任還沒有就任的時候，他只當選，還不是美國總統，當選人。那個時候蔡英文打電話給他，恭喜，談了10分鐘，哦，那當然後來川普也被人家講，你幹嘛跟蔡英文講？他說他買我們的武器，我講個電話又怎樣呢？哦，那從1979年以後，美國的真正的正式就任過的總統，沒有跟台灣的這個總統打過電話啊，因為斷交了嘛。好，說白宮證實，說新一波的對台軍售短期內會拍板，就是他那個所謂第二波發價書啦，就原來講的所謂的140億美元。那另外呢，
如果台灣要談話，賴清德要講什麼？記者問他，你要川普打電話給人家講什麼？他講了4點，不過也都是平常說台灣是台海的和平的守護者啦，大陸是台灣和平的迫害者啦。哦，所以呢，这個因為大陸對我們威脅越來越重了，所以我們要增加國防預算了。哦，而且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了。哦，然後呢，希望跟美國能夠這個好好的維持好關係、聯繫了等等。所以呢 ，Bloomberg 就說，如果川普真的跟賴清德談話，是1979年後重大的突破啊。那到底可不可能？大陸？我就想，國台辦一定會講話，大陸一定會講話，但外交部一定講話，堅決反對哦。美台官方網了，他一定會這樣講的啊。那川普是不是一定會理他？也不一定。川普反正這個人這個特立獨行啊，獨斷獨行。那川普也證實了，說呢，他有可能跟賴清德講話。外交部就說很樂意，因為將來會有機會反映台灣的心聲啊。那另外呢，外國媒體說，台灣現在在美國、中國，主要是中國威脅，這跟矛盾的心理繼續前進。哦，因為川普也態度也變來變去，習近平有威脅，然後呢，我們被雙重夾擊啊。那另外呢，從1979年到現在47年，如果川普跟這個賴清德通電話，會衝擊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哦，《金融時報》說，所以北京會施壓軍售案，卡美國高官到訪。就是說呢，你美國高官要來，他國防部次長本來要去，所以你不用來了，不用來了。你如果軍購事情不解決，通通不要來了哦。人民日報說，台灣以外謀獨只是黃粱一夢，因為他評論賴清德談話，你們光想搞台獨，做個夢吧。我們看一下。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t was amazing, actually. It was amazing. Many of you were there. We'll work on the Taiwan problem. 美東時間20日，川普在安德魯空軍基地被問到，真的要跟台灣總統通話軍售嗎？川普肯定答覆，但是用他來代稱賴總統。The Taiwan problem, it echoes Beijing's official political language. President-to-president call, we'll remind you, is extremely rare. The sitting presidents of the U.S. and Taiwan have not spoken directly since Washington move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Taipei to Beijing in 1979. 10年前，2016年12月2日，川蔡通話，當時川普還沒就職，是美國總統當選人。通話已上任總統的蔡英文談了超過10分鐘，除了祝賀當選，也對亞洲區域情勢交換看法，但沒談對台軍售。美國國會跨黨派通過對台軍售，卻被川普壓在辦公桌。一趟北京行後，對台政策是否轉向，各界都在等結果。那自由委員怎麼看？你認為川普會不會打？我也不曉得他會不會打。不過我是覺得一通電話不如持續對話啦。所以有沒有一通電話，我覺得都還好。好，那持續對話，我想這是長久的問題嘛。那就剛南軒提到的，就是說，其實共產主義、共產國家跟民主國家長期之間的競爭，這個是在所難免。其實表面上不管誰講什麼啦。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不管是演戲還是真的，他心裡想的，他跟川普跟習近平所講的所有的都是真的嗎？啊，那國民黨有一些以美論來說啊，到底那美國對台灣好是真的嗎？還是假的？事實上，我覺得這個都只是可能都是一半一半了。那重點就是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跟所有的民主主義國家兩邊啊，總是有不一樣的制度跟看法嘛。那習近平他想要稱霸世界的野心，這也是事實嘛；想要併吞台灣人的野心，這也是事實嘛。那現在美國看到習近平這樣子一個態度，當然他心裡也有他的態度，說我要怎麼樣去跟你交通嘛。像台灣海峽，中立化，世界各國從這邊台灣海峽來來去去，這也是事實嘛。那美國跟世界各國當然也希望說台灣海峽是中立化，不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啊。所以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像大家會覺得說啊，川普是賣了台灣，說他不贊成台獨。像川普不贊成台獨，他也不贊成統一啊，他也不贊成台灣被吃掉啊，他也不贊成台灣海峽被中國吃掉，變成他的內海啊。所以這些我是覺得來來去去，不管誰在演什麼戲了，我看這個整個世界局勢，我就覺得是說，其實基本上還是民主陣營跟
共產陣營，那世界最大的野心的就是中國。那美國當然他現在要對抗中國，不讓他要稱霸世界嘛。那習近平現在內部也在弱嘛。事實上，你看他的房地產崩那麼厲害，他的這一些偷人啦，去用掠去啦，軍頭去用掠去啦，這些都是習近平內部的脆弱的事實嘛。所以他要抓一個，趕快當作說讓他是不是可以說有一個依靠，包括曾麗文去訪。習近平是不是他拿一張牌，不管這一牌是好牌還是壞牌，反正他是多了一張牌嘛。所以我看其實整個世界局勢，包括美國去對付委內瑞拉啦，然後跟伊朗啦，這些事實上都是如此。所以整個世界局勢，我覺得長久看起來，還是一個民主陣營跟共產國家的一個對抗。那我認為說，雖然川普不是說100%支持台灣，但是他就他美國利益，他支持台灣的趴數會比跟中國相處的趴數至少會多很多。所以我是認為說，我倒覺得不用去在意那是不是一通電話，而是我們持續跟美國的對話還算不錯。軍售我認為還是要繼續。我主要是因為如果真的打這種電話是很特別的啦，所以大家關切，不是我們關切，不只是我們關切，外國媒体也都很關切嘛。那彭慧，你認為說可能性有多少？有沒有這通電話非常關鍵，也非常重要。在川普第一任他就任總統，他當時還沒有就任，而不是跟蔡英文通話，哇，那時候舉世震驚啊！因為即便是在1979年之後，即便是還沒有就任總統，也從來沒有跟我們的總統通過電話。當時習近平在他的社群平台發文，他稱蔡英文是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可是這一次在談他要不要跟那個這個賴清德通電話的時候，他都一直用 the person him， 始終連一個賴先生都沒有出來，好像這個人不能夠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他在講台灣的時候，他也用 the place，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在某一個程度，在川習會之後，這個川普在談到台灣的問題特別的謹慎。當然，他現在外媒都說他已經證實說他會跟這個賴清德談不管是 him 也好 ，the person 也好。可是有沒有這通電話，當然很重要啊。川普搞不好不按牌理出牌，他也會講 president 啦。好，我要講的是我要講的是，當然，今天如果我們要不要接這通電話，如果真的通話的時候，那很多人也說。大家這個台灣也不一定太開心哦，也不要太高興哦，因為他可能就要跟你談軍售問題，就說怎麼你不要台獨啊，不要搞事啊，也根據他之前講的，就說這個他也不會支持台獨啦，他也不會為了你們台獨，然後我就什麼飛9500英里來幫你們呢？那可能還有就是經濟的問題，有沒有？他到現在都在講說台灣偷了這個晶片啊，他可能在講半導體了。你們不是答應5000億美元要來美國嗎？什麼時候實現呢？所有人要到美國。對啊，都要到美國啊！你們的半導體啊，什麼產能要不要來美國？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有這一通電話，也就是川普跟賴清德通電話，這個的戰略地位啊，這個的歷史地位，我覺得這個是實在是太特殊。剛才說。當時川普在第一任，他還沒有就任，打電話給蔡英文，那時候是蔡英文跟他通話，那時候就震驚全世界，而且那時候老共就跳出來了，那老共就已經暴怒，那個時候中美關係還沒有那麼差，而在美國白宮裡面有一些的他的外交的幕僚，其實認為川普不應該接這通電話，因為會讓中美關係很麻煩。當然，經過這麼多年。中美關係事實上有一直不停的在變化，但是如果有這通電話的話，也就是真的是在1979年，長達將近半世紀，兩邊的總統就是美國總統跟中華民國的總統真的通上電話的時候，那我必須要講這個我想在老共的眼裡來看的話，那麼這幾天。中美之間苦心積慮要扭轉之間的關係從一個競爭戰略關係，現在變成所謂的建設性、什麼穩定的戰略關係，那我覺得是全部都推翻了。所以我覺得對台灣來講，我相信對賴清德來講，
他一定還是希望能夠接到這一通電話。可是這一通電話的利弊得失，對於美國，我個人呢認為這通電話的可能性還是非常非常的低。如果算我在猜了，如果百分比的話，大概90%川普是不會打這個電話的。但是川普也很難講，因為川普他愛怎麼做就怎麼做，誰也管不到他了哈。所以他有可能，可是他那個回答就很奇怪啊。我會跟 everybody。你什麼叫跟 everybody 講話呢？要跟每個人講話，會給我們每個人打電話嗎？所以川普顯然在這個講話，因為他已經講過，他要跟那個 place 的那個人講，所以他有一點混，我覺得有一點混。那但是會不會以後的發展我們不知道。從台灣的角度很矛盾了，哦，就是說如果說能夠川普真的打個電話給賴清德，79年以後破天荒啊，所以從某個角度不錯啊。但是你怎麼知道川普要講什麼呢？哦。好，另外就是說，如果川普真的要打電話來賴清德，不能不接。你賴清德再怎麼不能說我不接這個電話，我不要電話的，你還非接不可，對不對？那賴清德雖然講了4點，他要講這，其實那4點哈，大家也都知道了，他講過很多次了。但是川普要講什麼，你真的不知道，對不對？他除了講說晶片你幹嘛偷，所以剛好晶片通通搬到我美國來以外呢，他也講過了，你台獨跟這個什麼，習近平講的台獨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那他也講了，我不會派兵到9500英里外去打大陸跟台灣只有57英里最窄的地方，所以他就講說，你只要不搞台獨，台海就和平了，就不會水火不容了。那既然台海和平，那你要那麼多武器幹嘛？他打這地方就是要少賣武器才要打嘛。他如果不要少賣，他幹嘛？他是要說服你說你不需要這麼多武器嘛。所以這樣一講，你不要搞台獨，你搞了台獨，你不搞台獨，台海就和平了。然後呢，你不需要什麼武器，那現在還不要選舉啊？那就很難了。所以從賴清德的角度接川普這個電話是非常大的冒險，但是呢，這川普如果真的要打來，你又不得不接。對老公也是一樣，對老公來講呢，如果川普跟賴清德通電話，對他來講外交失敗啊，搞了半天怎麼搞成這樣子？但是川普可能講啊，哎，老弟啊，老兄啊，你不要緊張，我會叫他不要買武器了。你不是叫他不要買武器嗎？我就聽你叫他不要買武器啊，他說叫他不要搞台獨啊。所以老公也很矛盾。接下來再回來。